大家伙说说，我那侄子林峰安的什么心？拉了一张破网，把小军家樱桃园的阳光全挡死了。樱桃树就靠太阳上色长长，这不是断人家活路吗？就是，他在外头待了几年，回来就装大尾巴狼，还说是过几天会有特大冰雹。我看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大家挣钱，故意在这儿吓唬我们。不能吧？小峰那孩子从小就稳当，不像这样的人啊。稳当？他不光拉那破网挡光，还天天咒咱全村遭冰雹灾，这是盼着咱们好吗？咱村靠山住了几十年，风调雨顺的，哪来什么特大冰雹？这孩子年轻气盛，出去见了点新鲜东西，就回来瞎折腾，没个谱。光说没用，走，大家伙一起上他家去。今天必须让他给个说法，把那破网拆了，不然咱们全村人的收成能毁在他手里。林峰，你出来，躲在家里算什么本事？今天当着全村父老的面，你必须把话说清楚。别装哑巴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挡阳光的破网，你到底是拆还是不拆？小峰啊，不是叔不讲理，现在樱桃正坐过膨大的时候，缺了太阳，果子长不大，上不了穗儿，卖不上价，我们一家子全年的指望就没了呀。张叔，各位乡亲，过几天强对流天气过来，真的会下大冰雹。这网是防护网，是给全村挡灾的，真不能拆。大家不信我没关系，这是气象监测数据，连续3个月的云层气压数据都在上升，冰雹的概率超过90%，数据不会骗人。少拿这铁疙瘩糊弄人！我在这山里活了快60年，天上飘什么云下什么雨，我抬头瞅一眼就知道，还用得着看你这玩意儿？小峰，婶儿知道你心不坏，但咱村真的几十年从没下过冰雹了，你别拿着外头的说法吓唬大家。我没有吓唬大家，一旦冰雹落下来，不光小军家的樱桃保不住，全村的果树、庄稼甚至房子都得遭殃。这网是最后一道防线，拆了就真的来不及。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家樱桃卖钱，故意找借口。什么保护网，我看就是你挡我财路的由头。林峰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网你拆还是不拆？这网不能拆。行，你不拆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念亲戚情分了。乡亲们，林峰这小子现在根本不把全村人放在眼里，我特意找人问过他私自拉的网遮挡林地光照，违反了镇上集体农用设施的规定，是违规的。如果他林峰执意不拆，咱们就联名签字，一起去镇上举报他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对，说的对，按规矩来，咱们占着理，就去镇上反映情况，总不能让林峰一个人瞎折腾，毁了全村1年的收成。这真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咱们这是为全村讨回公道，不能让林峰一个人坏了规矩，害大伙跟着遭殃。就是，昨天林峰的态度也太狂了，半点劝都听不进去。签，我第一个签。对，签呀。有这么多乡亲们签字作证，林峰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硬气？林峰，我们现场核查过了，也对照了镇上的集体农用设施管理条例，你架设的防护网确实超出了自有地块范围，遮挡了相邻果园的正常光照，不符合相关规定。林峰，你听到了没？你这是违规的，这是限期拆除整改通知书，要求你在3日之内自行拆除违规架设的防护网，恢复地块原状。逾期不拆，我们会按规定强制执行。这下看你还怎么狂！文件都下发了，你总不能不听了吧？你说你这孩子，早听劝，把网拆了不得了，非要闹到这一步，多丢人啊！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，不是挺能说吗？接着拿你的数据说事啊！二叔早就说了，早点拆网，你偏不听，
现在闹到这一步，脸上好看吗？张干事，既然违背了条例，我配合把网拆了。网我可以拆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怎么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想讨价还价？不是讨价还价，是把责任归属说清楚。小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说，这网是林大彪、林小军牵头，带着各位乡亲联名举报，要求强制拆除。既然大家执意要拆，那就都在免责声明上签个字。确认什么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确认，如果因为防护网拆除，后续冰雹袭造成果树、庄稼、房屋受损，所有损失由牵头的林大彪、林小军以及所有签字要求拆网的村民自行承担，与我林峰没有任何关系。小峰啊，这不至于吧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哪用得着签这个？太生分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不是一口咬定没有红招吗？既然坚信不会出事，签这份声明对你们没有任何损失，只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免得日后有人反过来怪我没拦着。你这是吓唬谁？拿冰雹咒我们不够，还拿张破纸来要挟人。二叔，这不是吓唬，是提前讲清楚后果。网是你们要拆的，责任自然该你们担。签就签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少拿莫须有的冰雹吓唬人！大伙儿别怕，这就是他林峰被逼得没办法，给自己找台阶下呢。真有冰雹，我第一个担着。签，签就签。咱村祖祖辈辈住这儿，从来没见过什么冰雹，就不信了，还能让你给说中了？小峰就是太较真儿，为个破网闹成这样，还让我们签字，多难看啊！看到了没？这就是全村人的民意。看清楚也记清楚，大家记住，今天这个决定是你们自己选的。峰哥，防护网真的要拆？这网咱们花了多少心思才架起来的，就这么拆了，太可惜了。而且数据显示降冰雹的概率还在上升，拆了咱们前期的功夫就全白费了。拆，他们等不及，那就成全他们。拆下来的网和旧支架别扔，清点好留着备用。另外联系好施工队和钢材，明天一早直接拉到咱们自己那片核心果园，按之前的方案动工。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就是便宜林小军那小子了，回头他指不定怎么得意呢。得意不了解。爸，你看着吧，明天太阳一出来，全园的樱桃树都能晒足太阳。再过半个月上色，品相绝对比往年好，到时候拉去批发市场，全都是最高价。谁让林峰当初装模作样拿冰雹吓唬人？等今年樱桃卖了告价，看他还有什么说的。爸，你看这光照多足，林峰那破网一拆，下午的阳光全都照进来，咱家樱桃的糖分和上色度至少能提升30%，到时候按精品果卖，得多赚不少钱。30%，我看不止。往年就东边那片树光照好，果子个头大一圈，现在全园都晒得到太阳，个头都能上去，价钱说不定能翻番。今年这收成稳了。什么动静？这么大阵仗？林峰这小子又在折腾什么？网都拆了，又拉这么多铁珠子回来，难不成还想再架一次？峰哥，定制的铁堡垒钢墙骨架都到齐了，立柱高度3米，底部浇筑1.2米的混凝土深基，网面用的是最高强度的防砸网，全按你要求的等级做的。3天内必须全部完工。我们这个果园顶部和4周的防护不能有任何漏洞，接缝处全部双层加固，别留死角。
峰是不是被咱们逼疯了？花几十万建这么个铁笼子，这是要把自己关里面当缩头乌龟啊！好好的钱干点什么不好？买化肥、扩果园都行，非得砸在这铁架子上。真有这钱，还不如多买2袋好种子，种地比啥都实在。就是，我看就是有钱烧得慌。之前拉网就够折腾了，现在直接建上铁堡垒了，这得造多少钱啊？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年轻人就是浮躁，赚俩钱就不知道怎么花了。建这些铁疙瘩有啥用？纯瞎胡闹。哎，林峰，你花这么多钱建这铁堡垒，到底干啥用的？总不能真用来关自己吧？当然是用来防冰雹。冰雹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只能护住我自己的果园。我劝你们提前做好防范，真砸下来，没人替你们扛。还防冰雹？你可别装神弄鬼了！我看你就是拆了网不甘心，故意找借口。等我家樱桃卖了大钱，我天天拉到你这铁堡垒门口炫耀，让你好好看看。都到这份上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？村长，防护网已经按要求拆了，但仪器已经开始高频预警了。强对流天气比预计的来的还要快。预警？小峰，你这东西说的到底准不准啊？这事儿要是现在广播出去，全村人一慌，都往地里跑着抢收。万一最后冰雹没来，那不是闹大笑话吗？唉，到时候大伙该有意见了。村长，现在乱一阵儿，总比冰雹砸下来，大伙1年收报全没了，蹲在地头哭强。冰雹不认人，真落下来，果树能被砸断枝，庄稼能被砸烂，连屋顶都扛不住。行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你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？麻烦您用村广播通知全村，从今晚开始，各家把院里怕砸的东西都收进屋，能抢收的果蔬尽量提前收回家，能减一点损失是一点。全体乡亲们注意了，这几天村里将会有强对流天气，大概率下冰雹。各家各户今晚上之前把地里快成熟的庄稼、能摘的蔬菜、能提前收的抓紧往家收。你们说，会不会真有冰雹啊？你看林峰那铁堡垒都建得严严实实的，又是钢柱又是加固网的，要是没点谱，他能花那么多钱？就是啊，村长都广播了，总不能也跟着瞎胡闹吧？要不咱们还是先收点儿。收什么收？这玉米还没完全熟透，现在掰下来水分大，晒出来分量轻，1亩地得少卖好几百块钱呢。吓唬人呢！都别慌着收，都停下！你们别听林峰在那危言耸听，咱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多少年了，有谁见过下冰雹？那都是他编出来吓唬人的。他二叔，可是村长都广播了，万一是真的呢？真砸下来，这一季玉米就全没了。村长那是被林峰忽悠住了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他自己花几十万建了那什么铁堡垒，钱花的心疼，就故意说有冰雹，想让全村人都跟着他瞎折腾，显得他有多能耐。真要是冰雹没来，你们现在慌慌张张把庄稼收了，少卖的那些钱谁给你补？林峰他能赔吗？什么冰雹不冰雹的，我看他就是嫉妒我家樱桃今年能卖大钱，见不得村里人好过。就是，现在收太亏了，1亩地少卖好几百，10亩地就是几千块，犯不上。大家听我的，该怎么种还怎么种，该怎么晒还怎么晒。咱村太平了几十年，哪来的什么冰雹？别上林峰的当，平白无故损失钱。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，冰雹是真的要来，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该做的都做了。
少在这吓唬人！你看谁信你的鬼话？有这功夫，还是好好守着你的铁堡垒吧。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该干啥干啥。真有冰雹我顶着。就今年这挂果量，少说120万，扣掉40万贷款，净赚80万都打不住。等钱到手，先换辆新车。看林峰还拿什么在我面前摆谱？小军儿，你听外头这风声，我这右眼皮子跳了半宿，别真让林峰说中了，真有冰雹吧？爹，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？林峰那小子就是花几十万建了个破防护网，钱花的心疼，故意编个冰雹的由头找面子，你还真信他？话是这么说，可咱们40多万都砸樱桃园里了，今年头1年圣果，真要是被冰雹砸了，全家1年就白干了。这批树苗是贷款买来的，肥料、农药、人工，全家今年1整天的指望，全压在这片樱桃树上。你听这雷，这动静不对啊，哪有普通雷阵雨这么大动静？夏天打雷下雨不是常事儿，拖大点事儿你就慌成这样。真要是下大冰雹，我明天就去村口给林峰低头认错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绝不可能。赶紧睡吧，爹，别自己吓自己。这雨下得发闷，风也凉飕飕的，不对劲儿。小弟快起来，真的下冰雹了！什么冰雹啊，爹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，睡个觉都不安生？你自己出来听，都砸房顶了，赶紧跟我去果园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当多大事儿呢？不就是点小冰渣子？你看你慌的，就这么点大，连树叶都砸不烂，还能伤着樱桃树？林峰说的什么100年难遇大冰潮？纯纯唬人玩的，真没事儿。要不咱们还是去园子里瞅一眼，亲眼看看我才放心。嗨，还真是我自己吓自己，就这么点小冰雹，确实碍不上事儿。我早就说了吧，林峰就是危言耸听，故意搞紧张气氛，显得他那破防护网有多厉害。这下好了，白虚惊一场。明天我就去村口堵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行了行了，没事就好，回去接着睡吧，有啥话明天再说。谭丽婶，昨晚那只冰雹噼里啪啦砸屋顶，你们家那片玉米苗咋样？没被砸断杆吧？嗨，就那么一小会儿的事儿，我夜里睡得沉，压根儿没起来看。今早天不亮，我就绕着地走了一圈，叶子都好好的。我当初还当多大阵势呢，闹半天就是虚惊一场。我昨晚守着窗边看了半天，那冰雹小的跟指甲盖似的，落到地上就化了。之前有人天天在说什么特大冰雹要来了，让大家提前抢收果子，纯是吓唬人。可不是嘛，那孩子就是读了2年书，瞎紧张。什么特大冰雹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结果就下了点小冰碴子，根本就是危言耸听。看见没？我早就说了，林峰花好几万建的那破防护网，纯多此一举，钱都打了水漂。
咱们种了半辈子地，啥天气没见过，还用得着他一个毛头小子指手画脚？对对对，还是大彪你看得明白，当初我差点就掏腰包装网了，幸好没听林峰的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学点皮毛就敢当气象大家了。以后啊，你们就听我的，种地这事儿还得看老经验，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器，中看不中用。王总，可把您盼来了。您身为咱县里规模最大的水果收购商，能亲自来，真是我们一家子的荣幸。您快里边请。甜度够，果肉也紧实，果形均匀，没什么虫眼残差，品相算中上。林老板，你这整片园子的樱桃我全收了。全要？王总，您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这园子可有20多亩呢，产量不少，您真的全包了？不用再挑片区。按咱们之前谈的收购价，整车算下来总价120万。我先给你10万定金，明早6点，我的冷链车队准时到你们村口装货。王总，您放100个心，果子都好好挂在树上呢，颗颗都熟得正好，半点差差都没有，保证明天一早顺顺利利装车，绝不给您拖后腿。慢着，先别急着应承，丑话我先说在前。省城的连锁商超我已经签了供货协议，就等这批樱桃做开业活动。明早6点交不上货，10万定金你原数退回来，再赔我30万违约金。这有啥好看的？我做事您放心，今晚我亲自守在园子里。林峰，你快出来！瞅见没有？正式的收购合同，我那20亩樱桃整整卖了120万。过了明天，哥就是正儿八经的百万富翁了。合同里的违约条款，你仔细看过了？真要是出点意外，这笔违约金你赔得起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人家大公司的正规合同能有什么问题？不就是按时交货吗？樱桃都好好挂在树上，能出什么意外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挣到钱，故意在这泼冷水。今天后半夜有特大冰雹，云层强度比昨夜那场小冰雹高好几倍，破坏力大得多。你的樱桃没搭防护网，硬扛肯定扛不住。少在这儿吓唬人！昨夜不也下冰雹了？我那园子的樱桃好好的，半颗都没掉。你那台破仪器真这么厉害，你咋不去省城气象局上班？信不信由你。你要是想明天能准时交货，现在立刻叫人连夜抢收，能保住大半谷子。等冰雹真砸下来，再想补救就什么都晚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林峰，你就是纯粹嫉妒我能挣到大钱，故意编个瞎话骗我连夜抢收，想让我白花人工费，折腾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才不上你的当！等我明天顺顺利利拿到全款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林峰，你快过来看雷达回波的数据。这次的暴云林层强度远超昨夜，这么大范围的强对流暴云移动速度还这么快，我干气象这么多年，现实里从来没见过。别慌，继续盯着气象研究仪的实时数据，瞬时风速、云层厚度、冰雹概率每30秒报一次，别漏了任何异动。是特大冰雹红色警报，这是咱们这台仪器最高级别的预警了，
说明冰雹直径肯定超过5厘米，拳头大小的膏子，这果树来说基本是毁灭性的。而且就算现在去说，林小军也未必听得进去。来了，比预判的还早了10分钟。我的天，真有拳头这么大，这砸在人身上都能受重伤，更别说树上的软皮樱桃了，根本扛不住一下。傍晚我特意绕过去提醒过林小军，他没信，还觉得我是故意咒他。那咱们要不要现在过去喊林小军一声？这么大的冰雹，他那园子一点防护都没有，肯定全毁了。现在已经晚了，薄云已经到头顶了，出门太危险。120万全是我的，等拿到钱，先盖个2层小楼，再买辆小汽车，以后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，发财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，搞什么名堂？半夜谁在院里瞎折腾？扔石头呢？闲的没事干了？小哥，你醒醒，最近的动静好像不对劲儿。这雹子声比昨天响太多了，噼里啪啦的跟往下砸石头似的，别再把果子砸坏了。哼，能有啥不对劲儿？不就是下个冰雹吗？昨天不也下了？到底是谁大半夜的在干嘛？我去，这风怎么这么邪乎？这冰雹怎么个头这么大？不好，我的樱桃！小军，你去哪儿？小军，你疯了！别去！现在这冰雹越下越大，砸到头上要出人命的。果子毁了就毁了，人不能有事。不抢收，不抢收！我明天拿什么给王总交货？合同签死了，交不上货我要赔30万违约金。咱们家拿什么赔？小军，听爹的，别过去。这真不比昨天的冰雹，真砸伤了得不偿失。那可是30万啊，我赔不起。小军，快回来！你不要命了？这雹子跟石头似的，砸头上能把人砸晕。别磨蹭了，赶紧往回跑！到底是命重要，还是那点果子重要？不行，不能走！这些樱桃都签了合同的，足足120万，这一颗就是好几块钱，多抢一颗是一颗。我要是就这么回去，明天拿什么给王总交货？小军，走，赶紧走，保命要紧。果子毁了还能再种，人要是砸出个3长2短，这辈子都完了。小军，你咋样？后脑勺疼不疼？有没有砸破？别吓爹。没事。我的合同，明早6点，冷链车队就准时到村口了。交不出货，30万违约金，10万的本金都得赔出去，还有去年贷的40万果园改造款，现在全完了。40万啊！我上哪儿凑去？果园贷款还没还清，120万的货款也没影了。不光1分钱赚不到，还要倒赔进去几10万。
我这几年的心血，一夜之间全毁了。走，去林家看看吧。昨夜那雹子邪乎得很，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，全村庄稼都遭了殃。林家那20亩樱桃是他们家全部家当，估计伤得最重。先去看看人有没有事。没了，我的樱桃全没了，一颗都剩不下了。林大彪，你们父子俩之前不是拍着胸脯说林峰就是故意吓唬人吗？哼，说那冰雹就是毛毛雨，根本不用当回事儿。我听信了你们的话，没连夜去收地里的玉米，现在全被冰雹砸烂了。我也没想到啊，往年哪有过这么大的冰雹？谁能想到天说变就变，真能下那么邪乎的雹子？你没想到，我家3亩玉米粒粒都饱满，我就等着卖玉米的钱供孙子上高中，交学费、住宿费。这下庄稼全毁在地里，孩子学费彻底没着落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家那麦子刚黄烧，本来想等2天再割，听了你家小军的话，说没事不用急，现在全砸倒在地里。我还等着收粮食卖钱给我儿子娶媳妇凑彩礼呢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6点，冷电车马上就要到。林小军，现在6点02分，我6辆冷链车都在这儿等着，我的货呢？王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昨天后半夜突发特大冰雹，几十年不遇的天灾啊，1园子樱桃全给砸烂了。我也不想的，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，您再宽限宽限。冰雹？我不管什么冰雹不冰雹的，我签合同是来收樱桃的，不是来听你讲理由的。货在不在，就一句话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今天早上6点准时交货，逾期或者货量不足，都算违约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货呢？王总，求您宽限我几天。我现在就去邻村收，我挨家挨户去问，肯定给您凑齐补货，品质保证跟我家的一样，绝对不耽误您的事儿。我这6辆冷链车，跑一趟单程油费、司机人工费、冷库预剩费，加起来1万多，多等1天就是1天的成本。这笔额外的开销你来承担，还是我来承担？我也不跟你多废话，再给你1天时间。明天我带着车队过来拿货。如果我依旧拿不到足责的货品，你不仅要原数退还10万定金，还要外加赔付30万违约金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王总，我果园全毁了，还有银行贷款没还清，我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。您再通融通融。拿不出来，那咱们就治安会见。到时候不光是违约金，4诉费、保全费，我这边的商超违约损失全得你一并承担。一夜冰雹，满树的樱桃全烂成了泥，120万的货款没了，半辈子的心血没了，反倒背上了几10万的债。凭什么林峰的果权一点事儿都没有？他明明早就知道要下特大冰雹，却眼睁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。他就是故意看我笑话，故意想让我倾家荡产。林
林大彪，我那片3亩玉米地，听了你的话，没连夜收玉米，你得给我们个说法。我也是，听信了你父子俩的话，觉得是小题大做，麦子一点没抢收，现在全倒在地里出芽了。那可是我儿子下半年结婚的彩礼钱，就这么打水漂了。就是，全村人都被你们父子俩误导了，都说没事儿没事儿，结果呢，家家户户都受了损失，白瞎了大半年的收成。我当初也是为大家好啊，谁愿意平白无故熬夜花钱抢收庄稼呀？我哪知道真能有那么大的冰雹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，我们的损失找谁赔去？我赔不起违约金，我拿不出货，我彻底完了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都别吵了，这件事根本不赖我们，要怪就怪林峰，林峰要负全责。这和小峰有啥关系？包子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又不是他招来的。林峰他知道有特大冰雹，偷偷花钱搭了钢架铁堡垒，把自家果园护得严严实实，半颗果子都没伤着，却不管全村人的死活。这笔损失必须让林峰来担责。对，就是林峰害了我们，全都是他的错。他明明早就知道要下特大风暴，明明有办法防住，却故意不跟我们说清楚，故意等着我们遭殃。他就是见我们好。他花几十万建防包铁堡垒，自家的果子半颗都没伤着。他要是真心想帮我们，就不是随口提一句就完闪事儿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，我们的损失就该让林峰来赔。这话没毛病，林峰这小子就是自私，只顾着自保，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乡亲。林峰要是真把大家当回事儿，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庄稼烂在田里，早该拿着喇叭全村喊才对。就是，林峰建那铁堡垒的时候神神秘秘的，就怕我们知道了沾他的光，自己的果园护得严严实实，全村庄稼的死活他根本没放在心上。要是当初林峰态度强硬点，反复劝我们连夜抢收，我们的玉米果树现在也不会毁成这样。说到底，这责任就得他担着。可不是嘛，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他好好的突然搭什么钢架大棚，原来是早就知道要下包子，他自己偷偷防着，半点事情都不给我们透底儿。说到底，就是林峰害了我们。没错，全村的损失必须由林峰承担赔偿。对，让他赔。他既然能算出冰雹，就得为我们的损失负责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林峰，今天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林峰，开门！你给我出来！好，躲在家里算什么本事？你有钱建什么铁堡垒护自己的果园？没钱赔大家的庄稼损失吗？做了亏心事就别当缩头乌龟，赶紧出来给个说法！林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的樱桃全毁了，40万赔偿必须你来赔。要不是你故意看我笑话，我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倾家荡产的地方。林峰，我孙子的高中学费全指望那片玉米地，现在全毁了，你得赔我。你要是早说清楚冰雹有这么大，破坏力这么强，我能不连夜抢收吗？还有我儿子的彩礼钱，7、8亩麦子全砸烂了，婚期都要耽误了，你必须负责。我的3亩玉米啊，全毁得稀烂，我就等着卖钱给孙子交高中学费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受灾不管。大伙都听听，林峰明知道要下特大冰雹，只顾着建高墙铁网护自家园子，一点都不管我们。今天他必须给我们全村人一个说法。对，必须给说法，不给说法，不给个满意答复，我们就堵在他家门口不走了。我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。峰哥，这群人摆明了是来聚众闹事的，
胡搅蛮缠，根本讲不通。要不要直接报治安处理，让治安员来管管，省得他们在这没完没了的闹。既然他们有气话要说，就让他们把想说的全说吧。憋着反而更容易生出事端。大伙儿听见没？林峰就是心虚，咱们别怕他，林峰手里有的是钱，让他赔我们庄家损失，天经地义。对，凭啥让他一个人安安稳稳享福，我们就得在这儿受灾吃苦？这笔赔偿林峰必须出。说完了吗？你不赔钱，补偿我的果园损失，我今天就赖在你家门口不走了。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怨不得我。你还在这狡辩，都是你把小军害成现在这副样子，赶紧赔钱！害林小军的人，从来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你明知道有特大星宝，还故意把之前的防护网拆了，自己偷偷建铁堡垒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受灾，就是存心看我们笑话。对呀，林峰，你既然早就知道有冰雹，就该拦着我们才对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往坑里跳呢？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？到底是谁没有契约精神？是谁言而无信？这份免责协议，你居然还留着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谁还当真啊？你亲手签的字，亲手按的红手印，怎么会不在？怎么转头就不认账了？哼，这算啥东西？当初是你拿冰雹吓唬我们，逼我们签字的，这个声明根本不算数，不作数。白纸黑字，红手印，按得清清楚楚。你说不算就不算，当法律是摆设。可谁知道冰雹真能下那么大呀？我们都以为你就是随口说说吓唬人，想让我们承你的人情，哪能想到真有这么邪乎的天灾呀？是啊，我们都以为林峰是危言耸听，故意夸大其词，谁能当真啊？我提前清楚楚告诉过你们航宝会带来什么后果，是你们自己不当回事。就算我签过字又咋样？也是你故意诱导我们签的，你就是设好圈套等我们钻。我提前提醒过你们过几天会有冰雹，还劝过你们连夜抢收果子。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所有告知义务，是你们自己不听。你们别想着耍赖，当时每个签名、每个手印我都拍照备份了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证据。少吓唬我！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你一个？乡亲们，别听他在这装腔作势吓唬人！咱们有这么多人，他一个人还能斗得过咱们全村人不成？人多就能颠倒黑白了。当初是谁带头举报我，逼着我拆防护网？是谁拍着胸脯说冰雹根本不会来，说我是危言耸听？林大彪，当初在村口大槐树下，是你拍着大腿说根本没有冰雹，林峰就是故意吓唬我们，想让我们承他的人情，我才信了你的邪，没去收玉米。也是你说的，提前抢收玉米，水分不足，卖不上价钱，会少卖钱。让我们再等等，等完全成熟了再收，现在全砸烂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都别吵了，吵能解决啥问题？这声明我来念，大家都好好听听，听听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因林大彪、林小军及联名村民强烈要求，今日拆除果园边界防护网，庄稼及造成一切人员财产损失，由举报人林大彪林区及联名村民全权承担。自防护网拆除之日起，因防护网缺失导致冰雹毁坏果园庄稼，
及造成一切人员财产损失，由举报人林大边、林小军及联名村民全权承担，与林峰本人无关。特立此据，签字画押为证。我提前半个月就提醒过你们有冰雹，你们说是故意吓唬人。我劝你们连夜抢收，你们说是我嫉妒你们收成好。现在冰雹真的来了，造成了损失，反倒转头找我赔钱。是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哪里懂什么气象之事啊？林峰，你懂这些，就该强硬拦着我们，不能任由我们犯错呀！是啊，林峰，你既然懂这些，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往火坑里跳？你这就是不负责任！就是，你明明知道后果这么严重，为什么不拼尽全力拦着我们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把气象研究仪的数据摆到你们面前，你们说我拿个破仪器骗人，我自费建防护网想护住全村，你们转头就去镇上举报我，说我私搭乱建，逼着我把网开了。谁能100%笃定冰雹一定会毁田毁庄稼？你明明预知到了风险，为什么不挨家挨户敲门，拼尽全力拦住我们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提醒了一遍又一遍，是你们听信林大彪、林小军的话，亲手把自己的庄稼置于危险之中。如今受灾了，应该找他们，而不是找我。林大彪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带头撺掇大家，非要举报林峰拆网，现在损失这么大，全是你害的。村长，你不能这么说呀！我当初也是为了大家好，怕大家提前抢收卖不上价钱，平白无故亏钱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你是为了你儿子的樱桃春光，怕防护网挡了你家果园的阳光，影响你家樱桃卖钱。别拿全村人当幌子，你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？要不是你当初拦着我，说什么再等几天玉米更饱满，卖的钱更多，不让我连夜抢收，我孙子的上学钱能没吗？你赔我孙子的学费！要不是你们父子俩三番五次逼着林峰拆网，这防护网能好好立在那儿，冰雹能毁得了这么多庄稼？这笔账归根点底就得算在你们父子头上。你自己家樱桃没了，就想拉着我们全村人给你背黑锅，还撺掇我们去找林峰闹事，合着好处都是你的，锅都是我们的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别听林峰挑拨离间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我们应该一致对外，找林峰要赔偿才对。受害者，你是这场祸事的始作俑者，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受害者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把事做绝了。这事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也没想到冰雹真能这么厉害。小峰的网本来挡得好好的，能护住大半庄稼，是你们父子俩撒泼打滚逼着拆的。现在出事了，你想撇干净，门都没有。我不管别的，我家3亩玉米的损失，你们必须赔！不赔钱，今天这事儿就没完。赔？我拿什么赔？20亩樱桃全砸烂，40万赔偿款还没着落，银行贷款还催着还，我真没钱赔你们。赔不起，就先拿家里值钱的东西抵。大家的损失不能就这么打水漂，总得有人担着。村长，你不能这么干，那都是我家攒了一辈子的家底儿，是我养老的东西啊！你们不能说搬就搬。你们父子逼着全村人签字拆网的时候，想过那是大家1年的收成吗？你们都没给大家留活路，现在凭什么让我们给你留余地？那是我留着养老的家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我们1年的口粮，孩子的学费，也被你一句话给货包光了。你心疼你的养老钱，我们就不心疼我们的血汗钱？林峰，你不让我活，我也绝不让你好过。
我倒要看看没了那片果园，你还怎么风光。早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好好的果园没了，要赔违约金，还背着贷款，现在又被全村人指责唾骂。要不明天爸去求求村长说好话，你先出去躲躲风头，别在村里受这份气。10万的本金，30万违约金，20万银行贷款和全村的赔偿款，躲能解决问题吗？躲了这些钱就不用还了。可是林峰手里握着咱们签的免责证据，果园还有铁堡垒护着，我们硬碰硬根本讨不到半点便宜，反而还会把自己搭。我就不信他那铁堡垒真的铜墙铁壁，半点破绽都没有。我倒要看看，如果他的果园出了事，他还能不能这么风光？小军，做事一定要隐蔽点把柄，要是抓住，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都被逼到这份上了，还怕什么？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安生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点损失都没有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你骂我？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，坏事全落到我头上？我就不信找不到你的破绽。等我毁了你这片果园，我看你还怎么在村里立足。峰哥，你看后墙草草坪那边有多动静，好像有人影在晃。把亮度调高，放大画面。果然，有人按耐不住要动手。这夜夜都下冰雹，天天夜里提心吊胆不敢合眼，就怕睡着庄稼又被砸了，一季庄稼全砸烂了，家里这点积蓄全搭地里了。再这么下去，这日子根本没法熬了。我家就靠那几亩地过日子，这几天接连下冰雹，庄稼毁了一茬又一茬，接下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下半年的日子都没着落了，折腾大半年，起早贪黑，天天在地里打理，最后一场接一场的冰雹全白费了。忙活一整年，啥都落不下，想想都心寒。接连2轮冰雹轮番过境，庄稼反复受灾。再这么下去，村里的庄稼果园真的一点也保不住了，全村人都得喝西北风。小峰，叔知道是大家糊涂，之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可村子现在真要毁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全村人都没法活了。林峰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该不听你的话，不该听信谗言，跟你对着干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林峰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不听你的话了。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后果也该你们自己承担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小峰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大家吧！村里还有老人孩子，他们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林峰，我们不该听信别人的挑唆，不该否定你的好心提醒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你就再帮我们一次吧。叔没脸求你，可村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吃饭，求求你救救他们。峰哥，村里大多数人都是被林大彪父子挑唆的，他们不是真的坏。村里还有老人和孩子，再这么下去真要出问题，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啊！小峰啊，出去要好好干，别舍不得吃。这些鸡蛋咸菜你带上，想家了就尝一口。小峰，这些吃食你都带上，在外边好好吃饭，好好历练，别给咱们村丢脸。我们全村人都信你，等着你出息了回来。我可以不管林大彪和林小军，他们是咎由自取，但我不能不管当年帮过我的乡亲们。这一次，规矩由我定，谁要是再敢不听指令，直接赶出防护范围，绝不留情。都进来吧。林峰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全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要我接管村里的防冰雹工作，帮助大家抵御天灾，可以，但是这期间所有事情必须听我安排，能做到我就出手，做不到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昨晚我说过，要我接手村内的冰雹防灾，就要完全按我的规矩来。如果出现不听指令、私下挑唆捣乱的，一律赶出防护范围，后果自负。
没人再替你们兜底。第一，果园及后山边界的防线由我统一规划设置，钢架位置、网布高度都按图纸来。第二，全村青少年听我统一派遣，轮流巡逻值守，谁都不可以偷懒耍滑。我年纪虽大，但身子骨硬朗得很，算我一个。我也去，有力气就该多出力，守好大家的家园。第三，林大彪当众给大家道歉，并且全额承担重新建网的所有材料费。让我低头道歉，还掏钱建网？林峰，你做梦！凭什么让我出这个钱？当初的网是你自己动手拆的，凭什么让我们掏钱买单？我们凭什么道歉？林大彪，你别不讲理！当初就是你煽动全村人去举报，逼着林峰拆的网，还造谣林峰说有冰雹是吓唬人。现在出事了，你不出钱谁掏钱？林峰当时反复劝我们抢收，是你们父子俩拍着胸脯说没事儿，让大家再等等。现在大家的庄稼都受损了，这笔钱就该你们出，天经地义。网是我拆的，但刀是你们递的，举报信是你们写的，联名的红手印也是你们按的，这笔账算在你们头上，不冤。让我出钱，我哪来的钱？你们别欺负人，我们家果园也没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你那是自找的，我们是被你们父子坑的，能一样吗？今天你要是不答应赔钱道歉，我们就把你家东西全部抵押出去。反正你家还有房子有地，总能抵得上建网的钱。你们这是要造反啊！你们这是抢劫！不是造反，是你自己惹出来的祸，就得自己担着。你害全村人受了这么大损失，让你出钱建网已经是便宜你了。哼！小芳，二叔错了，钱我出，大点声，我听不见，大伙也听不见。林峰，我不该逼你拆网，不该拦着大家抢收，重新建防护网的钱我出。这还差不多，早这样不就完了？非要闹到这步田地。所有人听我安排，天黑之前，各家收拾好基础生活用品，先转移到我的果园铁墙内安置。今晚冰雹还会来，强度不比上次小，大家抓紧时间，别耽误。小峰，这次冰雹难道比上次的还大？冰雹直径最大8厘米，持续40分钟左右。我们要临时组建一个加固组，守在钢架边上，万一出现破损，立刻抢修，以防万一。林峰，都怪我们，当初是我们瞎闹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小峰，婶子对不住你，当初不该听林大彪的鬼话，跟你对着干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北侧的钢架再加高2米，边角的地方一定要加固双层网布，所有螺丝都给我锁紧拧牢，绝对不能留缝隙，杜绝冰雹冲击开裂的可能。好的，小峰，有你指挥，我们放心。这次肯定建的结结实实的，以后再也不怕冰雹了。大家加快手脚，都把活干扎实了，加固到位了，往后我们就不用再怕冰雹来袭，
齐心协力守住我们的家园。凭什么你可以安然无恙，我却要负债破产，受尽全村白眼？所有人都围着你站队，把你当救星，我偏要毁了你的一切，看你还怎么风光！等我点燃了这片果林，烧光你整片果园，我看你林峰还能不能站在那儿高高在上的教训人。到时候你也跟我一样一无所有。峰哥，后援的报警线被剪断了，有人潜入果园了，要不要现在出去抓人？不用阻拦，让他去。留好全程录像，证据存扎实。林小军早晚要为自己的贪心和恨意买单，跑不掉的。林峰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，他要点火了。安保组，行动。收到。李峰，你怎么在这？林小军，半夜前进果园带汽油点火，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林峰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不止一次。全程高清，连拧打火机盖的动作都拍得清清楚楚。林峰，求你别上报！你要我做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不上报，但不是因为原谅你，是因为村里现在缺人手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和你爸每天上工，干最苦最累的，没有工钱，只管饭。什么时候把全村人的损失抵完了，什么时候算完。我干，我什么都干。如果再犯，这份录像我会交给全村人看。到时候，你们父子这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。小军，你真去果园了？你儿子半夜潜进果园放火，被当场抓了现行。林峰念在乡里乡亲的，让你们父子用劳动还债。明天一早后山工地见，迟到1分钟，后果自负。小军儿，别哭了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咱得想想办法。既然林峰让咱用劳动还债，这就是个机会。好吧，我都听你的。明天去后山工地，咱一定不能迟到，干活也得尽心尽力。后山西北9的钢架底座松了，你们去加固。
都怪爸，当初要不是爸撺掇你去举报林峰，还动了烧果园的歪心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别说这些了，干活吧。吃了，下午还有力气干活。林峰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差点毁了你的果园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全村人。你坐牢了，你爸一个人还不上债，全村人的损失谁来赔？好好干活，把欠的债还清了，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林峰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，就用行动证明。小军，歇会儿吧，别把身体累垮了。爸，我想通了，林峰说的对，对不起没用，我得用行动把欠的债还清。小军，你想通了？想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干活，好好做人。小峰，你真是咱们村的福星，要不是你，这防护网根本建不起来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干的。叔替全村人谢谢你。你们发现没有？小军这几天跟换了个人，干活最卖力，话最少。可不是嘛，这孩子是真知道错了。听说那天晚上，林峰抓住他的时候，林小军跪在地上哭着求饶。林峰心软，没报警。林峰这孩子心善，换了我早报警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人家都改过了，咱也别揪着不放了。小军，累了吧？回去给你炖只鸡补补。不累。爸，你说等防护网建好了，咱们家的日子能好起来吗？能，一定能。那就好。爸，我会努力的，把欠的债还清，把日子过好。乡亲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村再也不怕冰雹了。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。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小凤，你是咱们村的恩人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。小峰，是婶子以前不好，说了不少你的坏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婶子，您别说了，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谢谢小峰。小军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人心。人心向着林峰，是因为林峰值得。我知道，爸，我不会再嫉妒林峰了。林峰比我强，我服。你们能想通就好，好好干活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
小军，吃点东西吧，你都写了大半宿了。爸，我想好了，等防护网全部完空，我想跟着林峰好好学技术，把咱们家的樱桃园也改造成林峰那样的高标准果园。好，好，爸支持你。爸，以前我不懂事，总觉得林峰挡了咱们的财路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人家是真有本事，我是真不行。爸以前也是死要面子，非要跟林峰对着干，结果把全村人都害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心眼小，见不得别人比我强。小军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跟着林峰好好学，不嫉妒，不算计，不偷懒，把欠的债还清，把日子过好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跟着林峰好好学，不嫉妒，不算计，不偷懒，把欠的债还清，把日子过好。林峰，谢谢你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这套系统是水肥一体化的，比传统灌溉省水40%。你家的果园要改造，先从这套系统开始。这个接头是什么材质的？看着不像普通的 PVC 管。不锈钢的，耐腐蚀。普通 PVC 走用2年就老化漏水，这种用10年没问题。我记下来，回去慢慢研究。这是温度，这是湿度，这是风速。这套系统能提前72小时预警冰雹，准确率90%以上。这个数据怎么解读？怎么判断冰雹的大小和路径？这是我整理的气象监测手册，你先看，不懂的问我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？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写的。知识这东西不记下来容易忘。那次冰雹的云层厚度、移动速度、冰雹直径，你全都记下来了？每次冰雹过后，我都会做记录数据，对比分析，找出规律。干这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积累。我以前觉得你就是运气好，赶上了那场冰雹。不是运气，我是查了3个月的卫星云图、气压数据和历史气象记录，才判断出那场冰雹的。林峰，我想跟你学，不是学皮毛，是学真本事。行，但你得吃苦。我不怕吃苦。你们看，小军现在跟林峰形影不离的，跟以前判若两人。可不是吗？这孩子是真变了。以前干活偷奸耍滑，现在比谁都卖力。听说林峰在教林小军技术，想把林小军也培养出来。林峰这孩子心太大了，换了我，果园被人下药，早报警了。林峰还能教人家技术，所以人家是林峰，你是老张头。小军，你真打算学这个气象？林峰说了，只要我肯学，林峰就肯教。以前不知道学了有用，现在知道了。好，好，你学，爸支持你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？云层厚度超过8000米就要预警，
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40公里就是危险信号，对吗？还行，没白教。林峰，等我把这些技术学好了，我是不是能跟你一样厉害？能，只要你肯下功夫。峰哥，你看，防护网把全村都罩住了，像一张大网。还差得远，北边那片坡地还没覆盖，明年春天要架过去。需要多少钢架？我回去算一下材料。那片坡地地势高，钢架底座得加深，不然扛不住大风。对，底座深度至少1.5米，混凝土浇筑，宁可多花钱，不能留隐患。这坡真陡，爬一趟累得半死。累是累，但站得高看得远。你看，从这儿能把全村尽收眼底。这片坡地是全村最高点，如果能在这儿建一个气象观测站，预警精度能提高不少。那得花不少钱吧？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先把地形数据测出来。林峰，你会的真的很多，原来谁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大本事。这些本事都是我在外边里学的。所有数据都核算完了，天坡坡度比预想的陡，钢架得加密排布，耗材超了预估2成。既要加高底座，又要加厚墙体，这一下来，总造价直接往上翻了小1万。差价部分，我先个人垫一部分，剩下的我去对接之前谈过的建材厂，拿批量议价再压一压。峰哥，这不行啊！从勘测到买设备，你已经掏了不少钱了，不能总让你个人往里搭。先把工程落地才是正事，等后期果园挂果增收，防护棚起了作用，这笔资金慢慢就能回补。还有个问题，山脚进场的老路太窄，弯道又多，拉钢架和混凝土的大型货车根本开不上后山。沿着老路拓宽3米，临时施工变道，就近找碎石铺路，够货车通行就行。这事儿好办，村里青壮年这阵子都闲在家里，一听是给果园修施工路，都愿意免费来搭把手。就算是临时变道，路基也必须分层压实。后山雨水多，要是偷工减料，雨天一冲就塌方，返工更费劲。我懂，就按田埂加固的标准来修，保证踩实了。我现在联系厂家，敲定钢架和混凝土的拿货价，争取明天就给准信。我今晚连夜把施工细则打印出来，每一步都标清楚，村民们照着做就不会出错。村里凑的每一分钱，大家出的每一份力，都不能白费。每一笔开销，每一处施工细节，都不能辜负全村人的心。明日一早，咱们带工具去路口，先划定变道施工线。收到。风娃，你就放心安排，修路我们都是老手，不用给工钱，能帮上果园的忙就行。辛苦各位叔伯了，工钱按规矩算，眼下先计工，等果园有收益了一起结。平日里管3餐饮水，绝不让大家白忙活。护着果园，就是护着咱们自家的收成。吃饭都是小事儿，往年遭灾的时候，想搭把手都没地方使劲儿。
大家都沿着这条白线开挖，往外拓宽3米，别偏了线，也别挖多了占耕地。每段都卡准3米，弯道处再拓宽半米，确保大货车转弯不刮蹭。前年那场冰雹砸烂了半村的果子，我家10棵果树全秃了，1年白忙活。今年建了防护棚，总算能睡个安稳觉。等防护设施建完，再配上山顶的气象观测站，果子能丰产，销路自然不愁，大家的收入也能稳涨。对了，风娃，听说山顶还要建观测站，真能提前预判坏天气？能精准预判大风、冰雹的窗口期，咱们提前收果，关防护棚，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都停下！边坡土松，先做简易加固，再动工。所有人离坡坡远一点。峰哥，你连边坡加固都会，这不是修路工头才懂的活吗？这是野外基建的基础技能。以前出任务，常碰到比这险的。分段施工，挖一段，就同步加固一段边坡，杜绝塌方隐患，安全第一。不行，表层土质太松散，承重不够。这层浮土有10多公分厚，货车一压就陷，根本走不了。后山表层全是风化浮土，踩上去看着结实，一压就散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浮土铺路肯定不行，以前赶牛车走这路，下雨都打滑，更别说拉满建材的大货车了，压2次路就废了。把表层浮土全部剥离，倾到两侧当边坡培土，底下铺填碎石垫层，分层压实，承重就够了。可后山碎石存量不多啊，就村口堆了那点儿，够铺180米。外购的话，从镇上拉过来，运费比石料本身还贵。那片废弃采石坑，里面碎石不少，就地开采够用，省了运费。对啊，我之前勘测土质的时候路过，光顾着看土层了，把这茬忘了。那石坑的石料硬度够，铺路完全没问题。花岗岩质地，抗压达标，不仅能铺路，后期打混凝土垫层也能用，不比外购的差。还是风娃眼光准，啥问题到你这儿都能找到法子，做事从不走弯路。钢架3天之后直达村口归场，时间刚好能接上。坯场我已经腾空了，让阿贵带着2个人轮班看管，日夜都有人守着，绝丢不了建材。建材看管必须严谨，尤其是钢架，丢一捆损失不小，还耽误工期，损耗多了，成本就压不住了。天气预报说2日之内有大风降温，还有阵雨，咱们必须2天之内做完碎石路基，赶在变天前压实，不然浮土被雨冲了就白忙活了。下午分2组，小军你带1组人去石坑采碎石，注意安全，别碰松动的石壁。王浩，你带另1组人清浮土，铺垫路基，两边同步推进。林老板，您订的42孔热镀锡钢架全到了，规格后都按合同来的，您核对下数量，没问题就签收。规格统一，数量吻合，镀锌层厚度也达标，没问题。这批钢架防锈做工，
确实比市面散货好，摸着就厚实，用个10来年都不会锈。厂家给的批量底价很实在，比咱们最初的预算省了快2万，刚好能补到混凝土的预算。我们老板特意交代了，乡村民生工程能给的优惠都给足，就当支持咱们村里发展了。山路不好走，回去一路慢行，注意行车安全。没问题。后续要补货，随时联系，我们优先安排送货。我按边坡高度算好了，每根钢架裁剪到2.2米，底部埋50公米，露出来1.7米，刚好够防护网的高度。对了，混凝土砂石配比的事儿，咱们村里的泥水匠只会砌墙盖房，这种防风防水的专业配比，没人拿得准。配不好，强度不够，抗风等级不达标，白花钱。配比我来把控，水泥砂石的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还加了早强剂和防水剂，凝固快，抗冻抗渗等级都能达标，抗大风大雨没问题。峰哥你也太全能了，勘测、基建、配比，就没有你不懂的。都是以前野外住房的必修实操课，那时候条件差，啥活都得自己上手，慢慢就都练会了。把所有钢架都盖严实，边角用石块压好，绝不能让雨水淋进去，锈了镀锌层。我这就去喊人拿防雨布，保证盖得严严实实，一点雨都淋不着。幸好反应快，钢架一点没淋透。水泥怕潮，堆放区还要垫高。砂石、钢架、水泥3区彻底分隔，分开背放，占地面积大，7场空间刚好够用。高台加空40公分，专属存放袋装水泥，架空隔地器，能杜绝水泥结块失效。晚间安排2人轮帮值守，防盗兼巡查防雨布。夜班我来值守，夜里山里动静我熟悉。我调整施工分组，分金坑组、浇筑组2大班组，班组各司其职，禁止交叉施工、乱工序。村里老人怕花钱，后续施工非议少不了。用施工质量说话，非议自然会消散。把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，就是给全村最好的定心丸。雨婷整理坯场，明日准时开挖全域基坑。收到。阿牛哥、柱子哥，你们这2坑差的太多了，深度严重不达标，得返工。山里的土硬的跟铁块似的，刨半米都费老劲了，不就是搭个钢架棚吗？浅一点也倒不了，费那力气干啥？就是，往年咱们搭菜棚、瓜棚，挖半米深都能用好几年，这都快1米了，纯属多此一举。你们想过后果没有？这片坡正对着山口风口，7、8级大风灌过来，这种浅龟坑的钢架一推就倒，到时候整片防护棚塌下去，咱们所有人这段时间的功夫全白费。哪有那么邪乎？咱们村多少年没见过能吹倒架子，以前的浅坑不也好好的？北坡是全村风最大的地方，风势比平地大2倍都不止。和平常田地的防护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现在偷工减料省力气，等风灾来了毁了果子，亏的是咱们自己的腰包。都听清楚了，所有基坑统一按1.5米深挖，差1公分都不行，不合格的一律返工，谁也别抱着侥幸心理。每个坑侧边都画了刻度线，挖到线才算合格。大家都照着来，省得后期返工更费时间。省一时的力气，毁1整年的工程，最后果子遭了灾，得不偿失。凤娃，是我们俩偷懒了，光顾着省力气，没考虑后果。以后我们严格照着刻度施工，
绝不再糊弄。工程质量没有再变通的余地，所有基坑挖完统一验收，一个都不能漏。就按咱们平时盖民房的比例拌料就行，都是混凝土，差不了多少。不行，山地风大土层松，民房配比的强度扛不住长期风载，后期基座很容易开裂沉降。那得重新调整水泥砂石的用料比例。我这就找之前存的山地施工参数。好。水泥、砂石、辅料按1:3配，再加专用抗风外加剂，提高粘结力和抗裂性。手攥成团，落地轻敲就散。这个干湿度刚好适配咱们这边山地的渗水病，不会太稀沉降，也不会太干，粘力不够。乖乖，这料看着就瓷实，比咱们自家盖房的混凝土结实不止1星半点儿。乖乖，这料看着就瓷实，比咱们自家盖房的混凝土结实不止1星半点儿。震造要慢插慢拔，每一处都要震到位，彻底把气泡排干净，不然基座后期出蜂窝麻面，天长日久就会出问题。大伙儿听好，4个人一组负责拌料，2组人往沟清下料，另外2组拿震动棒震造，轮班换岗不停工，赶进度。每个基坑的浇筑时间我都记清楚，标上号。后面养护也好，统一盯着时间，不耽误养护周期。坡底下那几个龟坑，地下水位高，湿度大，底下多加一层混凝土封底，隔绝潮气，防止基座被地下水泡酥。收到，我这就调料，给坡底那几个坑加厚封底用料。大家加把劲儿，赶在日落前争取完工过半的基坑浇筑。夜间温度低，混凝土处理效果也更好。峰哥，你看这根立杆偏了3度，看着差的不多，真遇上大风，受力不均，很容易被拉扯变形，甚至直接断杆。这坡面坑坑洼洼的，杆底垫不实，我扶了半天，怎么调都没法完全垂直，肉眼根本找不准分寸。靠肉眼哪行？用仪器定点校准，差1毫都不行。这是防风的关键，歪1分整体受力就差1大截。往左挪2公分，对，停。杆底下垫2片薄石片，调平，别晃。好了，峰哥，倾角仪显示归0，垂直度完全达标了。唉，还是得靠专业仪器。就这么点偏差，肉眼瞅着跟直的一样，真想不到差这么多。蛮干真不行，光杆身垂直还不够，每根立杆2侧都加装双向防风拉绳，斜向锚固到土，形成3角受力结构，稳得多。配件都备齐了，数量够所有立关用，现在就能动手加装固定。我这么使劲晃都不动，就这牢固度，别说6级风，8级大风都休想撼动这杆子半分。表面看着稳没用，这些细节处都注底，真遇上极端天气才不会出问题。工程这事儿，从来都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等下把所有立杆主根复测一遍，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，全部拆了重新调，不能留任何安全隐患。你们说，林峰这折腾这么大阵仗，花那么多钱搭防护网，万一今年不下冰花，这钱不就白花了？咱们村种了几十年果树，哪年靠这东西了？我看就是白费功夫瞎折腾，钱花了水漂都打不响。王浩，别去，嘴长在人家身上，争辩没用，反而越说越乱。
大伙儿要是对工程有疑问，不妨跟我去北山坡地，实地看看咱们做的基座，看完心里就有数了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些基座都埋了1米5深，用的是军工级的防风施工标准，不光防爆，山地的大风也完全扛得住。嚯，这混凝土敲着跟石头似的，这底子是真扎实，跟咱们自家盖房的地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就是造价太高了吧？咱们这果园一年能赚多少？怕到最后回本都难啊！婶子，咱们算笔实在账，但凡遇上1次冰雹，全村果子检查大半，那损失是多少？这网只要护住1年的果品，省下来的损耗钱就远超造价了，能用好几年，都是稳赚的。大伙要是不信，可以看这台账，我们找的厂家底价拿的货，中间的差价，峰哥自己个人垫付了1多半，没让村里多掏1分钱。是我们老糊涂了，躲在背后胡乱猜忌，真是错怪林峰这孩子一片苦心，对不住啊！可算把这些流言蜚语掰扯清楚了，刚才我都快憋不住跟他们吵起来。没事儿，我做这些只求工程真的能派上用场，护得住咱们村的果子，不求所有人一开始都能理解。大家安心配合施工就行。等今年果子丰收，稳稳当当装进兜里，大家自然就知道这一切值不值。这是你们定制的加厚 PE 防护网，全程走的专线，整车一点磕碰都没有。这网丝密度比咱们之前买的普通款密了快1/3，摸着就结实。可不是，厚度足足厚了2毫米，往年冰雹一砸就破洞的破网，跟这个根本没法比。抗冲击性够，抗风化能力也比普通款强，能用得更久。老板，您眼光准，这款是我们厂的山地专用款，耐晒3年不老化，普通冰雹砸上去根本留不下洞，不少邻村果园都回头复购。货品合格，辛苦你们赶时间送过来了。大伙儿搭把手，把网材都搬到后山仓库，按规格分类摆好。算下来，现有网材能覆盖9成坡面，只剩边角零碎地段余量不多。边角地方预留补网的料就行，后期少量补1次货就能全覆盖，不用囤太多占地方。可这网面张拉安装难度不小，村里大伙儿都没干过这活儿，上手慢不说，万一拉得松紧不一，白瞎了好材料。下午我统一教大家张拉手法，定好松紧标准，照着做就不会错。每逢雨季，这片洼地就积水，树根泡个3、5天就烂，年年都得死几棵树，减产更是常事儿。地势太低，雨水没地方往外流，想根治确实难，总不能把整片地都垫包吧？可以跟后山的防雹工程联动，配套修一圈排水沟，一举两得。修渠是好事，可会不会额外花一大笔建材钱？今年刚投了防雹网，手头实在紧，就用施工剩下的废料修渠，碎石铺底，边角混凝土抹攀坡，几乎零额外成本。对啊，前几天钢架基座浇筑了不少混凝土，还有切割剩下的碎石头，刚好够用，一点不浪费物料。
夜间平均风速比日间高了4级，极值风力差的更多。日间的数据偏温和，看着都在设备试售范围内。可夜间的风力和低温，才是考验设备沉成样的阶段。只看白天数据选设备，迟早出问题。夜间对流云团的活跃度也远超之前预估，预警的响应速度得再提一档。这个点位没有山体遮挡，采集的数据精准度能提升1倍。设备装在这儿最合适。算上所有边角零碎区域全域补齐的话，网材还差1卷半的用料，大概能覆盖300多平。差这么多，那整片坡面都没法闭环罩网啊！本来计划后天就开始全面张拉，这工期不就得耽搁了？现在是淡季，整车补货的话，物流运费更低，比旺季省不少钱。钱是小事，就怕厂家发货慢，赶不上咱们的施工节奏，到时候大伙儿都等着网材开工，窝工更麻烦。张老板，我是之前订加厚防护网的林峰，再补2卷同款的。明天一早上装车直发咱们村，后天就能，物流费减免了30%，刚好补缺口，还多留半卷当备用。我就知道峰哥你出马准没问题，议价能力从来没让人失望过。那我把预留的备用网量加上，后期网面有破损修补，也不用临时加急补货了。今天这风也太猛了，比往年春天的大风还厉害，我还担心这新架的杆子扛不住呢。稳得很，一根杆子都没歪，基座也一点没晃，太结实了。所有立杆角度零偏移，垂直度完全符合施工标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当初还说金坑挖那么深费力气，现在看来，深挖基座是真管用，实打实扛住大风了。连接处的螺栓也没有松动位移，整体受力很均匀。林峰啊，之前婶子还瞎担心，说你偷工减料。是婶子不对，这施工标准真是实打实的过硬。可不是嘛，这场阵风来得正好，就是最好的质量验收测试，比咱们自己查多少遍都管用。阵风过去了，也不能大意，大伙儿分组，把全域的螺栓都排查一遍。迎风面的重点检查，有松动的及时拧紧。行，我这就分组分片，3个人一组，逐根排查紧固连接件，天黑前查完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林峰做事，我们彻底放心。稳住每一处细节，才能长久抵御天灾，不辜负大伙儿的信任。这几天正是摘果的关键期，白天全家都得下地，根本抽不出人上山装防护网啊！我也知道秋收紧，可防护网工期也不能拖，眼看就要到冰雹高发的晚秋了，2头兼顾的话，劳力完全不够用。那就错方分工，分时作业，2头都不耽误。怎么个错方法？你说，我记下来。白天全员下地采摘采收，不耽误秋收。傍晚5点，太阳落了，天还没黑，大伙儿上山干3个小时张拉网面的活，8点收工。对啊，白天忙炝收收果子，傍晚务工干工程，两边互不冲突，也不用大伙儿熬夜，不耽误第2天摘果。对，是这个理。这个法子最合适，就傍晚干3小时，不累，秋收施工2不误，我们都没意见。晚间山路暗，上山必须结伴走，不许单独行动，脚下都注意点安全。我准备了夜光贴，施工点位都贴上，工具上也贴，
避免黑灯瞎火磕碰受伤。宵夜我安排，每晚备好热水、馒头和热汤。管饱，大伙干了活下山就能吃口热的。得兼顾大伙的体力，不能硬熬，稳步推进工期就行，不急这1天2天，有序分工。咱们秋收、施工两不误，2头都要保质保量。这些沟壑崖边都是防护盲区，面积不大，零零散散，加起来也有10来亩地，都是种了10几年的老树，瓜果多。这地方太陡了，站人都费劲，布设跟坡上一样的高钢架，难度太大，危险系数也高。不用搭高架，定制一批2.4米的矮钢架，一样能起到防护作用。2.4米的高度刚好，适配崖边的落差，也不用挖太深的基坑，施工安全多了。我算一下，大概需要42根矮杆。矮架的基坑深挖1.2米就行，坡面风小，深度可以比主坡面浅20公分，但必须夯实，不能偷工减料。那高低钢架衔接的地方呢？卡扣用一样的吗？衔接卡扣统一规格，跟主网的配件通用，无缝对接。后期维修换配件也方便，不用单独备货。还有沟谷这个风口，风比别处大，额外多加一道横向加固杆，防止网面被风兜起来。行，都补上了，这样全村果园就实现无死角防护了，边边角角都护得住。高低搭配着来，就算冰雹往沟壑里落，也能尽数拦截住，一棵果树都不落下。做工程就不能留隐患，护住每一棵果树，才算真的对得起大伙的信任。明天就安排人下料做矮钢架，等边角的钢架立起来，全域网面就可以统一张拉收尾了。这套防护比我们村简易网耐用太多。前期吃过冰雹大亏，林峰直接按最高标准施工。山地搭网最容易踩什么施工大空？需要注意基坑深度、网面过紧，忽略季风倾角3大问题。每一处施工都有数据标准可参照。回去整改我们村老旧防护网，山顶点位务必配套简易气象预警点位。涉农工程省钱不能省根基，省用料。愿意无偿分享经验，格局远超普通村里人。林峰做事向来兼顾周边农户收成，因地制宜施工，适配本治村地形即可。拉到最紧，大风不会晃荡网面。张力过满，降温收缩，直接撕裂网丝。全部暂停，按林峰标准把控松紧。这太紧易裂，太松兜风挂果，要留有伸缩余量，适配热胀冷锁天气变化。卡扣间距50公分，均匀受力不破网。我把控卡扣距离，全员统一标准施工，两端同步匀速张拉，避免单侧受力偏移网面。记下手法，后续统一标准张拉施工。分片张拉，分片验收，不合格重新调整。3日之内，气温断崖式回落。初秋降温常态，果树耐寒，不用特意打理。伴随地温，有晨间霜冻风险。往年初秋霜冻，冻伤新生果汁减产严重。连夜通知村民，给果树根部覆土，
树冠喷淋防冻水。我逐户传话，全覆盖通知果农防冻管户。低洼地块霜冻最重，优先做好防冻保护。打印知之须知，分发到户，方便村民参照操作。依托数据预判，提前规避减产损伤。我即刻传话，赶降温前完成全员防冻。数据预判就是全村庄野第一道屏障。墙体砌好，封顶之后就能安放设备。屋顶、内墙3层工艺防护，缺一不可。分别做防水、隔热、防风3层处理，对吧？山顶日晒雨淋，3层防护，延长气象设备使用寿命。内墙防水阻断山体潮气，避免主板受潮短路。泡沫夹层隔热，稳定机房室内恒温。门窗背风向开设，减少大风直吹机房内部。密闭放风，极端天气不受影响。机放达标，即可进场组装气象传供设备。机放完工，观测站距离启用只差通电调试。明日布设光伏线路，自己供电，适配机房使用。直接接村里设电，接线省事省心。自建光伏供电，不占用村里用电负荷。气象设备功耗低，光伏储电完全够用全天都运转。倾角适配全年日照，储能效率最大化。接线走线都做了防风防护套管，高空线路套管杜绝风吹磨损漏电隐患。通电成功，设备正常待机。不靠村内电线，站点独立自己供电，稳定无忧。独立供电，停电雷雨天气，预警依旧不停机。紧固所有接线节点，雷雨天气提前做好绝缘防护。钢架、网面、基座基本合格。3处边角拉绳松紧偏弱，固定松动。松动点位即刻整改，不得遗留半点隐患。现在收紧绳扣，重新锚固入土加固。拉力达标，大风不会晃动边角网面。全域基座无开裂，无沉降。全域自显整改完毕，工程合格竣工。逐处把关，方能安心交付全村使用。从开工自检到竣工，全程零重大施工隐患。站点试运行，静待首轮天气预警核验效果。捕捉冰雹云团，1小时后局部落包，即刻收拢户外果筐农具，做好防暴避险。第一次提前知道冰雹要来，观测站真的能提前预测天灾来袭。预警很及时，防护承压也正常，暴云过境较快，20分钟就可以散去。第一次直面天灾，全村零柴品损耗。薄云风力偏弱，网面卡扣拉绳无需2次加固，静待冰雹过境即可。往年冰雹一来，果子砸得满地烂，今年一颗都没受损。全村农具鲜果全部收纳完毕，无任何财物损失。
预警防雹一体化成型，往后极端天气，村里都有兜底保障。之前我带头质疑工程花钱无用，今天亲眼见过防雹效果，是我目光短浅。是啊，不光花钱护住果子，林峰还自掏腰包补剪裁差价，全村都欠他一句谢谢。从修路、建厂、搭钢架到建观测站，林峰全程盯工，深夜值守，养护基座，从未过半分私心。全域工程差价，夜间施工加餐，村民误工补贴，全部由林峰个人垫付，账目清晰可查。不用道谢，我本就是本村人，护收成、护乡亲，理所应当。来年我们自愿出工，免费扩建林下防护网，顺带完善排水区护坡，全力配合林峰做事。全力配合，听从安排。后续扩建不用免费务工，村里统一计发务工薪酬，绝不亏待出力村民。休整2日，复盘全域工程漏洞，即刻启动低洼排水渠收尾施工。从土路拓建到机房完工，耗时2月，全村防护闭环，彻底无惧冰雹、大风、霜冻天灾。风力、雨量、云团、霜冻4项数据全覆盖，预警提前1小时下发，容错率拉满。往年秋收提心吊胆，今年安稳丰收。林峰留下来，护住了全村1年生计。护一方田地，守一村安危，只是分内之事。天灾防护已经落地，峰哥，接下来下一步打算做什么？防护只是保底，守住产量只是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打通高端货品外销渠道，对接商超、电商货源，让村里果子溢价外销，家家户户增收致富。扎根乡土，基建避险，筑牢底气，带领村里人安稳增收，安居乐业，才是我扎根乡村的最终归宿。